親愛的朋友們，歡迎來到微光夜讀。酒杯碰撞聲中，王海峰舉杯道：“今天這頓我請了，給大家慶祝一下15週年。”林默只是微笑，默默喝着杯中的酒。張麗將手搭在丈夫肩上：“我們海峰在這裡是 VIP 客戶，經常帶客戶來。”結賬時，王海峰拿出金卡，驕傲地遞給服務員：“用我的會員卡結賬。”片刻後，陳經理面帶猶豫走來，看看王海峰，又看看林默：“非常抱歉，王先生，您的會員卡已達消費上限。”他的話像一把刀，刺破了虛偽的表面。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。北京的夏天總是這樣，一場急雨過後，空氣裡還殘留着潮濕的氣息。林默坐在辦公室裡，窗外是高樓林立的城市景觀，玻璃上殘留的雨滴折射着陽光，在桌面上投下斑駁的光影。他正在審閱一份收購案的報告，指尖輕輕敲擊着桌面，臉上沒有表情，但那微蹙的眉頭卻透露出他的專注。這是林默工作的常態，細緻、冷靜、高效。32歲，他已經是國內一家大型集團的高管，負責全國各地的運營和收購。他的辦公室很簡潔，沒有豪華的裝飾，只有必要的辦公用品和幾本專業書籍。桌上的照片框裡是他和父母的合影，那是大學畢業時拍的，已經過去近10年了。手機的震動打斷了他的思緒。林默拿起手機，屏幕上顯示着一條短信：15週年同學聚會，本週6晚7點，金源大酒店。林默望着這條信息，一時間竟有些恍惚。高中畢業已經15年了，那些青澀的面孔，激昂的誓言，還有那場離別前的狂歡，一切都仿佛就在昨天。他的記憶回到了15年前的夏天，那個悶熱的教室，風扇呼呼地轉着，帶不走絲毫的熱氣。王海峰站在講台上，慷慨激昂地說着離別感言，在場的同學都被他的熱情感染，紛紛鼓掌。那時的王海峰是班長，成績不錯，為人處事也圓滑，幾乎是所有老師的得意門生。張麗坐在第一排，偶爾抬頭看向王海峰，眼神中帶着少女的愛慕和羞澀。而林默，他安靜地坐在最後一排，和身旁的李強小聲交談着未來的打算。10年後、20年後，我們一定要再聚。王海峰的聲音掷地有聲，在教室裡回盪，一言為定。同學們齊聲回應。林默輕輕放下手機，靠在椅背上，閉上眼睛，讓那些記憶慢慢沉澱。15年了，當初的那些同窗好友，如今都過着怎樣的生活？電話鈴聲打斷了他的回憶，是他的助理小王。林總，3點的會議材料已經準備好了，您需要提前看一下嗎？林默看了看表，已經是下午2點半了，發到我郵箱吧，我看一下。他說，掛了電話。林默又看了一眼手機上的短信，思考着是否要參加這次聚會。高中畢業後，他很少與同學聯繫，大學在國外讀的，畢業後直接留在那邊工作了幾年，回國也不過是最近3、4年的事情。這期間，他錯過了不少同學聚會，對老同學們的現狀知之甚少。思考了片刻，林默回復道：“會準時到。”會議結束後，林默收到了李強的電話。“林默，你真的要來？”電話那頭，李強的聲音充滿了驚喜。“剛好這2天在北京。”林默說，手指輕輕敲擊着桌面。“太好了，我還擔心你像以前一樣推辭呢。”李強笑道。王海峰組織的
聽說他現在混得不錯，在一家房產公司當銷售經理。林默微微一笑，是嗎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他和張麗結婚了，你知道嗎？李強繼續說道。林默微微一怔，不知道。多久的事了？大概5年前吧。當時邀請了一些同學，但你不在國內。李強解釋道。他們現在挺恩愛的，經常在朋友圈曬恩愛。林默默默點頭，雖然知道李強看不見。你現在在哪家公司上班？李強突然問道。這個問題讓林默沉默了一下。他不喜歡談論自己的工作和成就，這是他一貫的性格。就一家企業，沒什麼特別的。他簡單的回答。還是那麼低調啊？李強笑道。不過我知道你的身份，到時候別穿得太樸素，要不大家都認不出來了。林默笑了笑。我就這樣子，改不了了，行吧？反正你開心就好。周六見。李強說完，掛斷了電話。林默放下手機，繼續投入工作，但心思已經不那麼集中了。他開始想象周六的場景，老同學們會是什麼樣子，他們會談論什麼，自己該以怎樣的姿態出現。這些問題在他腦海中盤旋，直到夜幕降臨。周六傍晚，林默結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從公司出來時，天色已經有些暗了。他剛從上海出差回來，行李都還沒來得及送回家，就直接去公司處理了一些急事。看了看時間，已經6點半了，距離聚會開始只有半小時。林默打開行李箱，裡面的衣物都皺巴巴的，不太適合參加聚會。他猶豫了一下，最終還是拿出一套深藍色的休閒裝。這是他平日裡最常穿的衣服，雖然簡單，但乾淨整潔，穿起來很舒適。換好衣服，林默看了看鏡子中的自己，32歲的他，比起高中時代更加沉穩，眉宇間多了幾分堅毅。他沒有再多想，拿起錢包和手機，離開了辦公室，走出公司大樓。林默沒有讓司機送他，而是自己叫了一輛出租車。金源大酒店，他對司機說。出租車緩緩駛入北京的夜色中，路邊的霓虹燈此起彼伏，映照在車窗上，模糊而絢爛。林默靜靜地看着窗外，思緒又回到了高中時代。那時的他是班級裡的優等生，沉默寡言，但成績一直名列前茅。王海峰是班長，活躍開朗，總能調動班級的氛圍。兩人關係不算親密，但也說得上話，偶爾會一起打籃球。張麗是班花，家境優越，從小到大都是眾人追捧的對象。他和王海峰是高3才開始交往的，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。而李強是林默為數不多的好友之一，性格溫和，樂於助人，現在成了一名醫生。這倒是與他的性格很相符。出租車在金源大酒店門前停下，林默付了車費，抬頭望向這座豪華建築。林默推開旋轉門，走進燈火通明的大廳。高高的穹頂上懸掛着水晶吊燈，地面鋪着光滑的大理石，每一處細節都透露着奢華和精緻。前台服務員看到林默走進來，立刻迎了上去。先生，有什麼可以幫您的嗎？我是來參加同學聚會的，高中15周年聚會，在哪個廳？林默問道。服務員查閱了一下預訂信息。哦，是王先生訂的鳳凰廳，請跟我來。林默跟着服務員穿過長長的走廊，心中湧起一絲無名的緊張。15年了，曾經的同窗，如今各自天涯。今晚將會是怎樣的重逢？走廊盡頭，服務員停在一扇雕花木門前。先生，就是這裡。
林默到了聲謝，深吸一口氣，推開了那扇門。門內歡聲笑語撲面而來，20多個人已經圍坐在幾張圓桌旁，觥籌交錯，氣氛熱烈。林默站在門口，目光掃過房間，尋找着熟悉的面孔。他的視線很快停留在主桌上的一個男人身上，王海峰。15年過去，王海峰變化不大，只是身材微微發福，眉宇間多了幾分成熟，但那種自信和張揚依舊不減當年。他穿着一身剪裁合體的深灰色西裝，領帶是鮮豔的紅色，手腕上戴着一塊看起來價值不菲的手錶，渾身上下透露着成功人士的氣息。在王海峰身邊是一位妝容精致的女性，林默立刻認出了她，張麗。張麗比高中時代更加光彩照人，一頭烏黑的長髮盤起，露出修長的頸部，耳垂上一對珍珠耳環熠熠生輝。她穿着一件米色的連衣裙，腰間繫着細腰帶，勾勒出曼妙的身材。比起高中時代的青澀可人，現在的她多了幾分雍容華貴。林默深吸一口氣，走向人群，還沒等他主動打招呼，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側面傳來：“林默，真的是你嗎？”林默轉身看到了李強，他的老朋友，變化不大，只是臉上多了幾道笑紋，身材微微發福，但眼神依舊溫和親切。好久不見，李強。林默微笑着伸出手，李強緊緊握住林默的手，眼中滿是重逢的喜悅。真高興你能來，我還擔心你臨時有事呢，剛下飛機就趕過來了，連衣服都沒來得及換。林默說。李強上下打量着林默，壓低聲音說：“你這身裝扮真的很像普通上班族啊。”林默笑了笑：“我本來就是普通人啊，裝，你繼續裝。”李強拍了拍林默的肩膀，眼中閃爍着狡黠的光芒。走，我帶你去見見大家。他們向主桌走去。李強高聲喊道：“大家看誰來了？”林默這一聲呼喊，引得眾人紛紛轉頭，目光集中在林默身上。王海峰抬起頭，目光落在林默身上，露出一絲詫異的表情。林默，他站起身，臉上帶着似乎是驚訝，又似乎是其他什麼的表情。真的是你啊，差點認不出來了。林默伸出手，好久不見，海峰。王海峰勉強握了握林默的手，眼睛卻在打量着林默的穿着，那目光中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輕蔑。林默，你這是剛下班吧？他問道，語氣中帶着一絲微妙的調侃。林默點點頭，剛從外地出差回來，沒來得及換衣服。此時，林默注意到王海峰西裝袖口的袖扣看起來很像某奢侈品牌的款式，手錶也是名牌。雖然林默並不熟悉這些，但也能看出其價值不菲。出差？王海峰挑了挑眉毛，似乎對林默的說法有些懷疑。在哪家公司上班啊？一家企業，做點小生意。林默簡單的回答，沒有過多解釋的意思。王海峰上下打量着林默，眼中閃過一絲不屑，但很快就被他偽裝成了好奇。來，這是我太太，張麗，你們應該認識。王海峰介紹道，語氣中帶着掩飾不住的驕傲。張麗優雅地伸出手，手指修長，指甲塗着淡雅的裸色甲油，无名指上一枚鑽戒在燈光下閃閃發光。林默，好久不見，你變化不大。他微笑着說，聲音甜美，但眼中卻帶着一絲審視。林默禮貌地握了握他的手，你也是，恭喜你們。張麗的笑容中帶着一絲矜持。林默，快入座吧。
大家都等着呢。林默坐在了李強旁邊的位置上，環顧四周，發現在場的同學大約有20人，有男有女，年齡都在30出頭，正是人生的黃金時期。他們有的西裝革履，有的珠光寶氣，每個人都打扮得光鮮亮麗，似乎都在用自己的穿着和談吐無聲地宣告着自己的成功。只有林默穿着一件普通的深藍色休閒裝，在這群人中顯得格格不入，就像一塊樸素的石頭掉進了珠寶堆。但林默似乎並不在意這種反差，他安靜地坐着，偶爾與身邊的李強低聲交談，對其他人的目光視而不見。王海峰站起身，清了清嗓子，舉起酒杯，高聲說道：“各位，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15周年同學聚會。”眾人紛紛鼓掌，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。15年了，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成就。王海峰環視四周，目光掃過每一個人，仿佛在評估着每個人的價值。今天就是讓大家放鬆，好好敘舊的時刻。服務員開始上菜，一道道精致的菜肴擺上桌面，色香味俱全，令人食指大動。李強小聲對林默說：“這家酒店的菜不錯，就是價格有點貴。”林默點點頭，確實不錯。他嘗了一口面前的鮑魚，味道確實不錯，符合酒店的定位。就在此時，王海峰的聲音再次響起：“來，我提議乾一杯，祝我們友誼長存。”眾人舉杯相碰，酒杯發出清脆的聲響，像是一場盛大的交響樂的開始。飯局漸漸熱鬧起來，同學們開始交流這些年的經歷和成就，有的談工作，有的談家庭，還有的談投資理財。每個人似乎都想在這短暫的聚會中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，證明自己這15年過得不錯。海峰，聽說你在房產公司當銷售經理？一個戴着眼鏡的同學問道，語氣中帶着幾分羨慕。王海峰挺直了胸膛，臉上露出自得的表情。是啊，去年業績第一，公司獎了我1輛車。他掏出手機，翻出幾張照片，遞給周圍的同學看，就是這輛奔馳 GLC。同學們紛紛圍過去，發出嘖嘖讚嘆聲，眼中滿是羨慕和欽佩。海峰，你可真厲害啊！這車得多少錢？一個女同學問道。40多萬吧，公司獎的，我還挺滿意的。王海峰故作謙虛地說，但語氣中的驕傲卻怎麼也掩飾不住。林默靜靜地喝着茶，沒有湊過去看照片的意思。他對這些並不感興趣。他注意到，每當有人問起王海峰的工作和生活，王海峰總是滔滔不絕，眉飛色舞；而提到別人的成就時，他則顯得興致缺缺，甚至帶着一絲輕視。張麗一直在王海峰身邊，適時地補充幾句，或是遞上一個讚許的眼神，扮演着賢內助的角色。但他的目光卻常常在人群中游移，似乎在評估每個人的價值和地位。當他的視線掃過林默時，眼中閃過一絲輕蔑，隨即轉向別處，仿佛林默不值得他多看一眼。林默感受到了這種眼神，但他並不在意，自顧自地吃着飯，偶爾與李強交談幾句。張麗的目光再次落在林默身上，他放下手中的酒杯，優雅地走到林默身邊。林默，你這衣服是不是穿了好幾年了？現在這麼拼啊？張麗的語氣聽起來像是關心，但眼中卻帶着一絲輕蔑，仿佛在說，看你混得這麼差。林默微微一笑，眼神平靜如水，習慣了，穿着舒服就好。他的聲音平靜，沒有被張麗的話激怒，
也沒有解釋自己的穿着是因為剛從出差回來，來不及換衣服。在林默看來，這些解釋都是多餘的，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什麼。這時，王海峰也注意到了这邊的對話，放下酒杯，走了過來。林默，你現在做什麼工作啊？要不要我介紹個好點的？看你這衣服都起球了。王海峰的語氣中帶着一絲居高臨下的憐憫，仿佛他是施捨者，而林默是等待救濟的可憐人。林默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衣袖，確實有些地方已經起了小球，那是長時間穿着和洗滌的痕跡。這件衣服是他3年前在國外買的，質量不錯，穿着舒適，雖然看起來有些舊，但他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。幾個同學聽到這話都笑了起來，眼睛裡帶着幾分同情和幾分優越感，仿佛在說看林默混得這麼差。有人甚至小聲嘀咕，高中成績那麼好，現在怎麼混成這樣了？李強看不下去了，適時插話，林默一直很務實，從高中就是這樣。他的聲音雖然溫和，但眼神中卻帶着幾分維護好友的堅定。王海峰拍了拍林默的肩膀，那動作充滿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。務實是好事，但也別太委屈自己啊，這可是咱們的15周年聚會。林默只是微笑，沒有解釋什麼，也沒有反擊，仿佛王海峰的嘲諷和憐憫都與他無關。他的這種態度似乎更激怒了王海峰，後者皺了皺眉，語氣中帶着幾分不悅，說真的，林默，你在哪兒上班？做什麼職位？林默抿了一口茶，茶水的清香在口中擴散，讓他感到一絲寧靜。就是一家公司上班，沒什麼特別的。他簡單的回答，沒有透露任何實質性的信息。王海峰和張麗交換了一個眼神，顯然對這個模糊的答案不太滿意。他們期待着能從林默口中聽到一些失敗的細節，好滿足自己的優越感。那收入怎麼樣？王海峰直接問道，已經不再掩飾自己的好奇和輕視。林默輕輕放下茶杯，看着王海峰的眼睛，平靜地說，夠用就好。王海峰意味深長地笑了笑，那笑容裡滿是揣測和輕蔑。明白了，不方便說是吧？沒關係，大家都是老同學。他暗示性地對旁邊的同學眨了眨眼，仿佛在說看他混得差還死要面子。轉過身，王海峰對其他人高聲說道，來，繼續喝，今天大家盡興。林默借機走到窗邊，透過玻璃看着外面的夜景。北京的夜晚燈火輝煌，霓虹閃爍，映照在他平靜的臉上。李強跟了過來，臉上帶着歉意，別介意，海峰就這德性，從高中就愛顯擺。林默笑了笑，沒事，習慣了。他已經習慣了別人的評判和猜測，在他看來，這些都是外在的東西，不值得為之動容。他現在其實也不怎麼樣。李強壓低聲音，確保只有林默能聽到。表面風光，私底下負債累累。林默轉頭看着李強，眼中閃過一絲詫異。你怎麼知道？他太太在我們醫院做過體檢，偶然聽到他打電話，好像是催債的。李強解釋道，語氣中帶着一絲不忍。他最近生意不好，欠了不少錢，但還是這麼能裝。林默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目光回到窗外的夜景上，沒有再說什麼。宴席繼續進行，菜肴一道接一道遞上來，氣氛越來越熱烈。酒過三巡，有些同學已經微醺，話也多了起來。王海峰作為這次聚會的組織者，頻頻敬酒，臉上已經泛起了紅暈，話也越來越多，越來越離譜。大家喝，
今天這頓我請了。他高聲宣布，聲音因為酒精的作用而有些含混不清。張麗在一旁補充道：“對，我們海峰在這裡是 VIP 客戶，經常帶客戶來。”他的聲音清脆，帶着一絲炫耀和自豪，仿佛在宣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。林默默默地觀察着這對夫妻，臉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但眼中卻閃過一絲了然。他已經看穿了他們的偽裝，但他不會拆穿，也不會嘲笑，只是靜靜地觀察，如同一個局外人。酒過三巡，王海峰已經有些微醺，話也越來越多，內容也越來越偏向於自我炫耀。林默，他突然提高聲音，目光直視着林默，眼中帶着幾分挑釁。你還記得高中時那次月考嗎？你考了第一，我考了第二。林默點點頭，回憶起那次考試，記得。確實，高中時代的林默學習成績一直很好，經常名列前茅。而王海峰雖然也不錯，但總是差那麼一點。那時候我就說，總有一天我會超過你。王海峰笑着說，眼中閃爍着勝利的光芒。現在看來，我做到了啊！他的語氣中滿是自得和炫耀，仿佛在說：“看，現在我成功了，而你卻只是個穿着破舊衣服的小職員。”周圍的同學都安靜了下來，氣氛一時有些尷尬，大家都不知道該如何接話。有人低頭喝酒，有人假裝忙着吃菜，還有人偷偷交換眼神，似乎在說這話太過分了。林默微微一笑，眼神平靜如水，沒有絲毫的憤怒或尷尬。海峰確實比我強多了。他的聲音平靜而真誠，沒有絲毫的嘲諷或諷刺，仿佛真的在讚美王海峰的成就。這種坦然和大度，反而讓王海峰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本來期待的是林默的尷尬和羞愧，但林默的反應卻出乎他的意料。人生就是這樣，有起有落，更重要的是看誰能走得更遠。王海峰有些尷尬地說，試圖掩飾自己的得意。他故作大方地拍了拍林默的肩膀，那動作充滿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憐憫。不過都是老同學，以後有什麼需要幫忙的，儘管開口。林默點點頭，沒有說話，只是安靜地喝着茶，眼神深邃而平靜。張麗看着林默的衣服，輕聲對旁邊的同學說，看來這些年混得不怎麼樣啊。雖然聲音不大，但足以讓周圍的人聽到，包括林默和李強。有幾個同學掩嘴偷笑，向林默投來憐憫的目光，仿佛在可憐他的落魄。李強看不下去了，正要說話，但林默輕輕拉住了他的胳膊。沒事，林默小聲說，眼神中帶着一絲淡然。何必解釋？他不需要向任何人證明自己，也不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辯解，這是他一貫的態度和原則。李強嘆了口氣，沒有多說什麼，但眼神中的不忿卻怎麼也掩飾不住。宴席接近尾聲，王海峰站起身來，再次舉杯，臉上的醉意已經很明顯。今天真高興，大家能聚在一起。我提議3年後再聚。他高聲宣布，聲音因為酒精的作用而有些含混不清。眾人紛紛響應，舉杯致意，氣氛再次熱烈起來。林默也舉起杯子，與大家輕輕碰杯，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，眼神深邃而平靜。王海峰看了看手錶，一塊看起來價值不菲的瑞士名錶。雖然林默懷疑其真偽，時間不早了，該結賬了。他的聲音中帶着幾分醉意，但更多的是一種炫耀和自得，仿佛結賬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展示財力的機會。服務員，買單！王海峰大聲喊道。
聲音洪亮，吸引了包廂內所有人的注意。一位穿着整齊的服務員迅速走了過來。好的，先生。王海峰從錢包裡取出一張金色的卡片，那是一種高端會員卡，通常只有消費達到一定金額的客戶才能獲得。用我的會員卡結賬，他驕傲地說，將卡遞給服務員，聲音故意提高了幾分，確保所有人都能聽到。服務員恭敬地接過卡。好的，王先生，請稍等。隨後，服務員離開了包廂，去前台結賬。王海峰得意地環視四周，眼神中滿是炫耀和自得，仿佛在說：看我多有錢，連這麼高檔的酒店都給我辦了金卡。張麗也抬起頭，臉上帶着驕傲的笑容。我們在這裡消費很多的，有金卡會員，服務員都認識我們。他的聲音甜美，但眼神中卻帶着一絲輕蔑，特意看了林默一眼，似乎在說：這就是我們和你的差距。幾位同學投去羨慕的目光，有人甚至小聲議論：海峰混得真不錯啊，這種酒店的金卡可不便宜。林默和李強交換了一個眼神，李強微微搖頭，似乎在說：別拆穿他。林默點點頭，沒有說話，只是安靜地喝着茶，眼神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。幾分鐘過去了，服務員並沒有回來，包廂內的氣氛逐漸變得有些安靜。有人開始竊竊私語，有人看表，有人玩手機。王海峰的臉色有些不太自然，他時不時看向門口，眼神中帶着一絲不安。又過了幾分鐘，門被推開了，但走進來的不是剛才那位服務員，而是一位40歲左右的男性。他穿着一身得體的西裝，舉止穩重，氣質沉穩，一看就是管理層人員。抱歉打擾各位，他微笑着說，聲音溫和而有禮。我是本酒店的經理，陳志明。王海峰一愣，隨即站起身，臉上露出自豪的表情，仿佛認識酒店經理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。陳經理，好久不見啊！他的語氣親熱，仿佛他與陳經理是多年的老朋友，但眼神中卻帶着一絲不易察覺的緊張。陳經理點點頭，目光卻在房間裡掃視着，似乎在尋找什麼。當他的視線落在林默身上時，明顯愣了一下，目光中閃過一絲驚訝和不確定。陳經理走向王海峰，但眼睛時不時瞟向林默，似乎在確認什麼。他欲言又止，看了看王海峰，又看了看林默，眼神中帶着幾分猶豫和不確定。王海峰察覺到了異樣，臉色微微變了變。陳經理，有什麼問題嗎？他的聲音依舊洪亮，但已經帶上了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。陳經理清了清嗓子，稍稍低下頭，聲音降低了幾分，似乎不想讓太多人聽到。非常抱歉，王先生，您的会员卡已達消費上限。這句話雖然聲音不大，但在突然安靜下來的包廂內，每個人都聽得一清二楚。王海峰的臉瞬間變得蒼白，仿佛被人當面揭穿了偽裝。什麼？這不可能！他的聲音中帶着震驚和慌亂，再也沒有了剛才的自信和張揚。陳經理面露難色，似乎很不忍心在這樣的場合揭人短處。是這樣的，王先生，您的卡上額度已經用完，而且他停頓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用詞，不想讓事情變得更加尷尬。王海峰的臉色更加難看了，額頭上滲出細密的汗珠。他意識到自己可能在眾人面前丟了面子，他尷尬地壓低聲音，幾乎是帶着懇求地說：需要支付多少？陳經理猶豫了一下，報了一個數字
18600元。這個數字讓王海峰的臉色更加難看了，他下意識地轉向張麗，用幾乎要哭出來的聲音小聲說：“你帶卡了嗎？”張麗的臉色也變了，她慌亂地翻找着包包，手指因為緊張而微微顫抖。帶了，但我不確定額度夠不夠。她拿出幾張信用卡，遞給王海峰，眼神中滿是慌亂和不安。包廂內的氣氛一下子變得異常尷尬，同學們都低下頭，假裝沒看到這一幕，但耳朵卻都豎得老高，不想錯過任何細節。有人偷偷交換眼神，有人假裝忙着看手機，還有人小聲議論，聲音雖小，但在安靜的包廂內卻顯得格外清晰。原來是裝的啊，金卡額度都用完了。看來是經常在這裡刷臉啊，還說什麼 VIP 客戶，連賬單都付不起。這些議論聲雖輕，但都落在了王海峰和張麗的耳中，讓他們的臉色更加難看。王海峰正準備將卡交給陳經理，試圖挽回一些顏面，陳經理卻突然看向林默，臉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。林總，陳經理驚訝地說，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幾分。是林總嗎？您真的是林總？這一聲林總如同一顆炸彈，瞬間在包廂內引起了軒然大波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林默，包括剛才還在為付款發愁的王海峰和張麗。房間裡瞬間安靜下來，連呼吸聲都能聽得清清楚楚。林默微微一笑，沒有回答，只是輕輕放下手中的茶杯，目光平靜地看着陳經理。陳經理快步走到林默面前，臉上帶着驚喜和敬意。林總，我沒想到您也在這裡。這頓飯集團已經安排好了，是您提前預定的吧？這句話如同第二顆炸彈，再次引爆了包廂內的氣氛。所有人都驚訝地看着林默，眼中滿是不可思議和震驚，有人甚至張大了嘴，說不出話來。王海峰和張麗目瞪口呆地看着林默，臉上的表情精彩至極，從震驚到不敢相信，再到恍然大悟，最後歸於深深的尷尬和懊悔。他們怎麼也沒想到，剛才被他們嘲笑衣着破舊的林默，竟然是這家高檔酒店的老闆。林默站起身，輕輕整理了一下衣領，臉上依舊帶着那種平靜的微笑。是的，謝謝陳經理，我提前安排了這場聚會，算是給老同學們的一點心意。他的聲音平靜而溫和，沒有任何炫耀或得意，仿佛這只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。陳經理恭敬地點點頭，眼中滿是崇敬。林總去年接手我們酒店集團後，一直很關心一線工作，經常不聲不響來視察，連我們都不敢認。這句話再次引起一陣騷動，同學們紛紛用不可思議的眼神看向林默，眼中滿是震驚和重新評估。原來林默不是他們想象中的普通上班族，而是一家大型酒店集團的高管，甚至可能是老闆。王海峰的臉上由白轉紅，再由紅轉白，嘴唇微微顫抖，似乎想說什麼，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。剛才的得意和炫耀，此刻看來是多麼的可笑和可悲。他剛才還在嘲笑林默的衣着破舊，現在卻發現自己在林默面前不過是一隻跳梁小丑。張麗的表情更是精彩，從震驚到尷尬，再到試圖擠出一絲笑容，但都顯得十分勉強和不自然。他不敢看林默的眼睛，目光游移不定，臉上的表情不斷變化，從驚訝到恍然，從恍然到懊悔，最後歸於深深的羞愧。林默看着這一切，臉上依舊帶着平靜的微笑，沒有得意，
沒有嘲諷，也沒有憐憫，只是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的發生。陳經理，麻煩你安排一下，我們再坐一會兒。林默平靜地說，聲音溫和而有禮。好的，林總，馬上安排。陳經理恭敬地說，然後轉身離開了包廂。臨走前，還特意對林默鞠了一躬。包廂裡一時陷入了尷尬的沉默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該說什麼好，氣氛異常尷尬。有人偷偷看向林默，眼中滿是好奇和重新評估，似乎在重新認識這個曾經的同窗。也有人看向王海峰和張麗，眼中帶着幾分幸災樂禍，似乎在說活該，誰讓你們剛才那麼囂張。最終是林默打破了這種寂靜。海峰，繼續吧，今天大家都開心。他的聲音依舊平靜而溫和，沒有任何嘲諷或憐憫，只是單純的希望聚會能繼續進行下去。王海峰勉強擠出一絲笑容，臉上的表情比哭還難看。林默，不，林總，我不知道你現在。他的聲音中帶着深深的懊悔和不安，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剛才自己的囂張和無知。林默摆擺手，打斷了他的話，別這麼叫，我們是同學，還是和以前一樣，叫我林默就好。他的語氣真誠而友善，沒有絲毫的居高臨下或嘲諷。這種寬容和大度反而讓王海峰更加慚愧。王海峰的臉上寫滿了尷尬和懊悔，他低下頭，不敢直視林默的眼睛。林默，對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林默笑着打斷了他，高中時你們就說我太低調，看來這麼多年還是沒變。來，今天是同學聚會，大家繼續。他的話語中帶着幾分自嘲和幽默，緩解了包廂內的尷尬氣氛。同學們紛紛笑了起來，氣氛逐漸緩和下來，大家開始繼續交談，但話題已經完全變了，不再是誰的車子更豪華，誰的房子更大，誰的工作更體面，而是真正的敘舊和回憶，談論着高中時代的趣事和青春的往事。有人開始談論高中時的班級活動，有人回憶起老師的模樣和性格，還有人提起那些年一起經歷的考試和比賽。這才是同學聚會應有的樣子，真誠、溫暖，充滿回憶和友情。王海峰和張麗坐在一旁，表情複雜，不時偷偷交換眼神，似乎在無聲地交流着什麼。他們的眼神中滿是懊悔和自責，也有些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該如何面对林默和其他同学。林默注意到了，但假裝沒看見，繼續和其他同學聊天，談論着高中時代的趣事和各自這些年的經歷。林默，你這些年都在做什麼？有同學好奇地問道，眼中滿是重新評估的目光。林默簡單地講述了自己畢業後在國外工作的經歷，以及回國後接手家族企業的過程，但語氣平淡，沒有任何炫耀或自得。其實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運氣好。林默謙虛地說，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。但大家都知道，能在32歲就成為一家大型酒店集團的高管，絕不僅僅是靠運氣，更多的是實力和眼光。聚會結束時，已經是晚上11點多了，同學們依依不捨地告別，紛紛與林默交換聯繫方式。那些曾經對林默不屑一顧的同學，現在都熱情地與他握手，邀請他有空一起喝茶，一起吃飯，一起打高爾夫。林默對每個人都禮貌地回應，但眼神中的淡然卻始終未變。他知道這些人的熱情來源於何處。王海峰和張麗最後一個離開，
他們猶豫着走到林默面前，臉上帶着深深的歉意和懊悔。林默，今晚的事。王海峰語氣中帶着歉意，眼神中滿是羞愧。我真的不知道你现在，我刚才那些话，真的很抱歉。他的声音低沉，充滿了懊悔和自責，再也沒有了剛才的囂張和自得。林默笑着搖搖頭，眼神中沒有一絲嘲諷或憐憫。沒關係，大家都是老同學，不必在意這些。他的寬容和大度，反而讓王海峰更加慚愧和自責。張麗也上前一步，臉上的妝容已經有些花了，眼神中滿是不安和歉意。林默，我們真的很抱歉，如果早知道我剛才說的那些話。他的聲音顫抖，充滿了懊悔和自責，再也沒有了剛才的高傲和勢利。林默再次擺擺手，聲音平靜而溫和，都過去了，別放在心上。他的寬容和大度讓王海峰和張麗更加難過和自責。他們知道，如果角色互換，他們絕不會這麼寬容。王海峰猶豫了一下，壓低聲音，眼神中帶着幾分懇求。林默，有空我們再聚聚，這是一種示好，也是一種試探。他希望能挽回一些面子，也希望能與林默建立更深的聯繫。林默點點頭，眼神平靜如水。有機會吧，大家都挺忙的。他的語氣平和，但明顯有了一絲距離。這種微妙的變化被王海峰和張麗敏銳地捕捉到了。他們意識到，今晚的事情可能已經永遠改變了他們與林默的關係。那種純粹的同學情誼已經被他們自己的勢力和虛榮玷污了。王海峰和張麗不再多說什麼，只是尷尬地笑了笑，轉身離開了包廂，背影中透露着深深的懊悔和無奈。包廂裡只剩下林默和李強兩個人。李強坐在林默對面，臉上帶着幾分幸災樂禍。哎，今天這出戲真精彩。李強笑着說，眼中滿是調侃和得意。看王海峰和張麗的表情，真是太精彩了。林默搖搖頭，臉上沒有任何得意或嘲諷。沒想到會這樣，本來只是想請大家吃頓飯，他確實沒有想到事情會發展成這樣。他原本只是想低調地請老同學們吃頓飯，沒想到會有這樣的轉折。我就知道，你這人從來不張揚。李強說，眼中滿是讚賞和佩服。高中時就這樣，現在條件這麼好了，還是這樣。林默笑了笑，目光深邃而平靜。習慣了，他從來不是一個喜歡炫耀的人，也不會因為別人的嘲諷而改變自己的原則和態度。不過王海峰和張麗今天的表情值得拍下來啊。李強壞笑着說，眼中滿是幸災樂禍。林默擺擺手，臉上依舊平靜如水。別這樣，大家都不容易。他不喜歡嘲笑別人的失敗和尷尬，即使那人曾經嘲笑過他。李強看着林默，眼神中閃過一絲欽佩。說真的，王海峰最近確實不太好過，他們公司裁員，他的業績也不好，好像欠了不少債。林默皺了皺眉，眼神中閃過一絲關切。有多嚴重？據說40-50萬吧，對他來說是筆大數目。李強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同情，但他還是死要面子。今天這頓飯，估計是想在大家面前撐撐場面。林默若有所思地點點頭，眼神中閃過一絲思考和決斷。想幫他。李強一眼看穿了林默的心思，聲音中帶着幾分驚訝和不解。林默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問道，你和他還有聯繫嗎？李強點點頭，有些不解地看着林默。偶爾見面，
他太太在我們醫院做體檢，有時候會一起吃個飯。林默思考了一下，眼神中閃過一絲決斷。如果有適合他的工作機會，你可以告訴他，但別提是我介紹的。他不想讓王海峰覺得是在施捨或憐憫，也不想讓對方有太大的心理負擔。李強了然地笑了，眼中滿是欽佩和讚賞。還是那麼不喜歡張揚啊，人各有志。林默平靜地說，眼神深邃而寬容。他有他的生活方式，我有我的，這就是林默。即使被人嘲笑和輕視，也不會因此怨恨或報復，而是選擇理解和幫助。李強拍了拍林默的肩膀，眼中滿是欽佩和讚賞。行，我明白了。兩人一起走出包廂，陳經理正在外面等候，看到林默出來，立刻恭敬地迎了上去。林總，您慢走。陈經理恭敬地說，臉上帶着敬意和尊重。林默點點頭，臉上依舊平靜如水。麻煩你了，陳經理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陳經理恭敬地說，語氣中滿是尊重和敬意。林總，您下次來還是提前通知一聲，我們好做準備。林默笑了笑，眼神平靜而謙和。不用這麼麻煩，我就是個普通客人。他不喜歡特殊待遇，也不喜歡因為自己的身份而讓別人額外勞累。陳經理連連搖頭，眼中滿是敬佩和讚賞。林總，您太謙虛了。林默不再多說，與李強一起走出了酒店，走進了北京的夜色中。夜色中，兩人并肩而行，就像回到了高中时代。那時的他們還是青澀的少年，滿懷着對未來的憧憬和向往。15年了，物是人非啊！李強感嘆道，聲音中帶着幾分感慨和無奈。林默看着夜空，星星点點的燈光如同繁星，照亮了城市的夜空。人還是那些人，只是每個人的路不同罷了。他的聲音平靜而深邃，帶着一種歷經滄桑後的淡然和領悟。你這15年真的很成功，李強真誠地說，眼中滿是欽佩和讚賞。林默搖搖頭，眼神平靜如水。成功不成功，自己知道就好，沒必要向別人證明什麼。這是他一直以來的信條，也是他能在成功後依舊保持初心的原因。李強點點頭，眼中閃過一絲領悟和欽佩。是啊，王海峰就是太在意別人的看法了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林默平靜地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哲理和淡然。沒有對錯，只有適不適合自己。兩人在路口分手，各自打車回家。林默望着車窗外的夜景，思緒萬千。回到家，林默換下那件被王海峰嘲笑的休閒裝，放進洗衣機裡，然後去洗了個澡。水流冲刷着他的身體，也冲走了今晚的疲憊和雜念。他躺在床上，回想着今晚的一幕幕，不禁莞爾。15年前的高中畢業照還掛在他的書房裡，那時的王海峰意氣風發，張力青春靚麗，而他就像現在一樣，站在角落裡，不引人注目。15年足以改變許多東西，但有些本質卻始終如一。林默閉上眼睛，慢慢進入夢鄉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第二天一早，林默準時出現在公司，開始了一天的工作，仿佛昨晚的事情從未發生過。秘書遞上一份文件，林總，這是金源酒店的財務報表，請您過目。林默翻開文件，仔細閱讀起來，眉頭微蹙，很快進入了工作狀態。中午，李強發來短信，昨晚的事已經在同學圈炸開了，都說王海峰夫婦尷尬死了。林默回復，隨他們去吧，
不必放在心上。他不喜歡這種背後的議論，也不希望因為自己的身份而讓昨晚的事情成為笑柄。李強又發來一條：王海峰昨晚回去後，好像和張力大吵了一架，鄰居都聽到了。林默皺了皺眉，沒有回復。他不想參與這種事情，也不想助長這種八卦的風氣。下午，林默正在開會，秘書輕輕敲門：“林總，有個王先生說是您的高中同學，想見您。”林默愣了一下，隨即明白過來，是王海峰來了。他思考了一下，決定見一見對方，讓他稍等，我10分鐘後見他。會議結束後，林默走出會議室，看到王海峰正坐在接待區的沙發上。與昨晚的意氣風發不同，今天的王海峰明顯憔悴了許多，眼圈發黑，西裝也有些皺皺巴巴的，整個人看起來疲憊不堪。看到林默，王海峰立刻站起身，臉上帶着幾分忐忑和不安。林默，打擾你了。林默微笑着走過去，臉上依舊平靜如水。海峰，沒想到你會來。他的語氣友善而溫和，沒有任何的嘲諷或居高臨下，仿佛昨晚的事情從未發生過。我想和你談談。王海峰的語氣中帶着些許不安和猶豫，眼神閃爍，不敢直視林默的眼睛。林默點點頭，做了個請的手勢：“進來吧。”兩人進入林默的辦公室。這是一間寬敞明亮的房間，裝修簡潔大方，沒有過多的裝飾，只有必要的辦公用品和幾張照片，簡單而有品味。坐。林默指了指沙發，語氣平和而友善。王海峰坐下，目光掃過辦公室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和羨慕。這間辦公室雖然沒有那種浮誇的豪華，但每一處細節都透露着高雅和品味。這種內斂的奢華，比任何張揚的裝飾都更能彰顯主人的地位和品味。喝什麼？咖啡還是茶？林默問道，語氣平和而有禮。水就好。王海峰低聲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局促和不安。林默按下桌上的对讲機，小李，2杯水。两人陷入短暫的沉默。王海峰明顯有些局促不安，手指不停地搓動着，眼神游移，不敢直視林默。秘書送來水，輕輕放在茶几上，然後退了出去。關上門的聲音在安靜的辦公室內顯得格外清晰。林默拿起水杯，示意王海峰也喝一口。王海峰勉強喝了一小口，然後放下杯子，深吸一口氣，似乎在鼓起勇气。昨晚的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王海峰終於開口，聲音中帶着深深的歉意和懊悔。如果我知道你現在的身份……林默擺擺手，打斷了他的話。昨晚已經說過了，不必在意。他不想再提昨晚的事情，那對他來說已經過去了，沒有必要再糾結。王海峰苦笑了一下，眼神中滿是懊悔和自責。怎麼能不在意呢？我那麼嘲諷你的穿着，結果你是這家酒店的老闆。我不是老闆，只是集團的高管。林默糾正道，語氣平和而謙虛。他不喜歡別人的恭維和誇大，也不喜歡因為自己的身份而讓別人感到卑微或不安。這不是重點，王海峰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懊悔和自責。重點是我太無知了，太淺薄了。他低下頭，不敢直視林默的眼睛，聲音中充滿了悔恨和自責。林默放下水杯，直視着王海峰的眼睛。海峰，你來找我，不只是為了道歉吧？他的聲音平靜而直接，沒有任何的責備或嘲諷，只是單純的詢問。王海峰一愣，隨即垂下頭，
眼神中閃過一絲羞愧和不安。是的，他深吸一口氣，似乎在鼓起勇气。林默，我想請你幫個忙。林默沒有說話，靜靜地等待他繼續，眼神平靜而專注。我最近遇到了一些經濟困難，王海峰艱難地說，聲音中帶着深深的自責和無奈。公司裁員，我的業績也不好，有一些債務。他的聲音越來越低，幾乎變成了耳語，眼神中滿是羞愧和不安。顯然，對於一個像他這樣好面子的人來說，承認自己的經濟困難是一件極其艱難的事情。需要多少？林默直接問道，語氣平和而直接，沒有任何的嘲諷或居高臨下。王海峰抬起頭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和不可思議。你願意幫我？他的聲音中帶着深深的不敢相信，似乎沒想到林默會這麼直接地答應幫助他。林默微微一笑，眼神平靜而溫和。我們是老同學，可以借你一些。他的語氣自然而坦然，仿佛這只是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，沒有什麼特別的。王海峰的眼中泛起淚光，聲音有些哽咽。林默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。昨晚他還在嘲笑林默的衣着破舊，暗示他混得不好，而今天林默卻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助他渡過難關。這種對比讓王海峰感到無地自容。先說數目吧，林默平靜地說，沒有過多的情感表露。45萬。王海峰低聲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羞愧和不安。如果你能借我一部分，我就能。林默打斷了他的話，聲音平靜而堅定，全部給你。這簡單的3個字讓王海峰震驚地看着林默，眼中滿是不可思議和感激。全部。林默點點頭，眼神平靜如水。全部。不過我有個條件。王海峰連忙說，聲音中帶着迫切和感激。什麼條件都行，你說。以後不要再死要面子活受罪了。林默平靜地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關切和忠告。量力而行，做真實的自己。這個條件讓王海峰的臉一下子紅了，他低下頭，半晌說不出話來，眼中滿是羞愧和懊悔。我知道了，他最終低聲說道，聲音中帶着深深的領悟和感激。林默拿出支票簿，快速寫下金額，簽上名字，撕下來遞給王海峰，動作自然而流暢，仿佛只是在完成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情。拿去吧，慢慢還，不着急。他的語氣平和而親切，沒有任何的居高臨下或施捨。王海峰接過支票，手微微顫抖，眼中滿是感激和不敢相信。林默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謝你。他的聲音哽咽，眼中泛着淚光，那是羞愧、感激和感動的複雜情感的交織。不用謝。林默平靜地說，語氣自然而坦然。如果真想謝我，就做個真實的人，不要總想着面子。他的話語中沒有任何的指責或教訓，只是一種朋友之間的真誠建議和關心。王海峰點點頭，小心地將支票放進口袋，動作輕柔，仿佛那是一件極其珍貴的寶物。還有，林默補充道，聲音平靜而溫和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在集团下屬的一家酒店給你一個職位，銷售總監，收入比你現在高一些。這個提議讓王海峰驚訝地抬起頭，眼中滿是不可思議和感激。你願意給我工作？他的聲音中帶着深深的不敢相信，似乎沒想到林默不僅幫他還債，還願意給他一個更好的工作機會。林默點點頭，眼神平靜而溫和，
你在銷售方面還是有能力的，只是選錯了方向。他說的是實話。王海峰在高中時就很善於交際和組織活動，這些特質在銷售工作中是很有價值的，只是他選擇了一個競爭激烈且不穩定的行業。王海峰的眼中再次泛起淚光，聲音有些哽咽：林默，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謝你。不必謝我，林默平靜地說，聲音中帶着幾分淡然和坦然。我們是同學，這是我應該做的。他的言行中沒有任何的施捨或居高臨下，只有一種純粹的幫助和關心。這種真誠和坦然讓王海峰更加感動和惭愧。王海峰沉默了一會兒，似乎在消化這突如其來的轉機，眼神中閃過各種複雜的情感，從驚喜到感激，從羞愧到決心。這件事能不告訴其他同學嗎？他最終問道，聲音中帶着幾分請求和不安。林默了然地點點頭，完全理解王海峰的顧慮。當然，這是你的隱私。還有張力。王海峰猶豫了一下，眼神中閃過一絲不安和擔憂。他不知道我的實際情況，一直以為我們家境很好。林默微微皺眉，有些不解地看着王海峰，你們之間沒有坦誠相待嗎？他認為夫妻之間最重要的是信任和坦誠，如果連基本的經濟狀況都要隱瞞，那這段關係就存在很大的問題。王海峰苦笑了一下，眼神中滿是無奈和自責。他太在意這些東西了，如果知道我負債累累，可能會……他沒有說完，但林默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張力可能會因為經濟原因而離開他，這是王海峰最擔心的事情。那是你們夫妻之間的事，我不便干涉。林默平靜地說，沒有過多的評判或建議，但我建議你對自己的伴侶坦誠一些。王海峰深吸一口氣，眼神中閃過一絲決心。我會考慮的，謝謝你，林默。他站起身，猶豫了一下，伸出手。林默，謝謝你不計前嫌。林默握住他的手，眼神平靜而溫和。沒有什麼前嫌，海峰，我們是同學。他的聲音真誠而坦然，沒有任何的勉強或虛偽。這種寬容和大度讓王海峰更加感動和惭愧。送走王海峰後，林默回到辦公桌前，繼續處理工作，仿佛剛才的一切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，沒有什麼特別的。傍晚，李強打來電話，聲音中帶着幾分好奇和試探。聽說王海峰去找你了。林默嗯了一聲，語氣平靜如水。來過了。李強壓低聲音，充滿了八卦的味道。他找你借錢了吧？林默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簡單地說，我給了他一個工作機會。他不想透露太多細節，那是他和王海峰之間的事情，沒有必要讓更多人知道。真的假的？李強驚訝地說，聲音中滿是不可思議。你不會是因為我昨晚說的話吧？林默笑了笑，聲音平靜而坦然。他有銷售能力，只是用錯了地方，這是實話。林默確實看中王海峰在銷售方面的潛力，給他一個機會，對公司也是有益的。李強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，聲音中帶着幾分感嘆和欽佩。林默，你還是那麼善良。不是善良，林默平靜地說，眼神深邃而溫和。是公平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，只是看我們願不願意發現。他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閃光點，只是需要合適的環境和機會來發揮。李強笑了，行吧，你永遠有道理。對了，周末有空嗎？出來喝一杯，看情況吧。林默說，最近比較忙，
掛了電話，林默走到窗前，望着窗外的城市夜景，霓虹閃爍，車水馬龍，一切都那麼繁華而喧囂。15年前，他們都是青澀的高中生，懷揣着各自的夢想和野心，滿懷對未來的憧憬和向往。15年後，每個人都有了自己的位置，有高有低，有順有逆，有人風光無限，有人負債累累，有人坦然面對，有人死要面子。林默想起昨晚王海峰臉上的尷尬和羞愧，張麗眼中的震驚和後悔，還有今天王海峰接過支票時的感激和決心。這世界上最難的不是成功，而是在成功之後保持初心。最可貴的不是別人的認可，而是自己內心的平靜和滿足。林默轉身回到辦公桌前，拿起一份文件，繼續工作，臉上帶着淡淡的微笑，眼神平靜如水。感謝大家的觀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嗎？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。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，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，並分享給更多的人，這會對我幫助很大。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。